上周六，也就是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纪念日。按照惯例啊，每年的6月30号，中组部会公布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统计公报。按照这份统计公报啊，截止到2022年的12月31号，中共党员的总数是9804.1万，这距离1个亿这个数字啊，已经咫尺之遥了。按照过去中国共产党每年增长的数量，差不多到明年7月1号的时候，我估计啊，中共党员的数字就会突破1个亿。1个亿啊，这可不得了啊！独立出去都是一个大国啊，全是中国共产党员组成的。那你想想，那可以叫是中共国是吧？那我估计一定是这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因为毕竟全都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成的嘛，其他的落后分子都没有了。咱也不知道，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国家会怎么样啊？这个应该说1亿党员的人数啊，是人类有史以来历史上政党人数最多的了，这肯定是前无古人。后面有没有来者，我们也不知道啊。现在能跟中共党员数量相媲美的，其他的政党已经望尘莫及了啊。只有那些像什么天主教啊、基督教啊、伊斯兰教啊、法轮功啊、佛教啊，跟它能相比。为什么？因为宗教有着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嘛。但是政治认同层面上，已经没有人可以跟它竞争了。尤其是现代社会啊，基本都是柔性政党了。所谓柔性政党，就是你在选举的时候，你投民主党的票，你就是民主党的党员；你明年改投共和党的票，你就变成共和党了。这中间既没有党证，也没有有人找你来交党费，也没有纪律约束，那这被称之为因为选举产生的政党倾向、政党认同，叫柔性政党。所谓刚性政党是中共这种的，这种刚性政党就是你有加入程序，有纪律约束。然后呢，也有党纪啊，各种方面的对你的经营的组织结构吧。那中共这方面那是非常典型的刚性政党啊。你想，中共入党的时候要宣誓啊，这宣誓的时候要讲到这个要保守党的秘密啊，要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要永不叛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拥护党的纲领，执行党的决定，执行党的决定，保守党的秘密，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永不叛党。说到这儿，咱们加句题外话啊，共产党的这个入党宣誓词啊，严格的来讲，具有那个秘密会社的那个特点。为什么？你要知道，这个保守党的秘密啊和永不叛党这2个因素啊，过去都是那个天地会啊、洪门呐，还有那些小刀会、大刀会啊，他们的宣誓的时候这么高。为什么？因为对于秘密会社来说啊，它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组织中间的异类，不能被别人发现。一旦被别人发现了，有可能你就整个这个组织就被破坏了。所以，对于所有要加入的人，他都要求你要保守组织的秘密。永不叛党，而且你一旦要叛党，那后果非常严重啊，基本上就把你干掉了。这是那个秘密会社的特点。所以中共虽然在中国已经执政了70年啊，你可以看到它的组织结构啊，还是基本上是那个秘密会社的那个特点。你就比如说叛党吧，你作为执政党，那有人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啊，他不想加入了，然后他想反对共产党，这不是很正常吗？对于现代的政治制度来说。那共产党是要求你不能叛党，你一旦叛党的话，那就要拿你试问，那可能要诛灭你整个的这个家族。过去在共产党早期革命时期啊，那些叛党的人，那铲奸队专门就把他们全杀了，对吧？那个顾顺章当年周恩来带人把他们一家全杀了，那就是叛党的下场啊。咱们说回到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统计公报啊，这统计公报里头每年呢，它不仅仅公布总数啊，它也公布一些分类的数字，这些分类的数字可以看出来中国共产党最近这一些年发展的脉络啊。我们今天就就着历年的中国共产党的统计数字、统计公报来聊一聊共产党这样的一个数量的话题啊。共产党的数量在14大的时候达到了5100万，那么从14大到20大，这是差不多是30年，增长到9800万，将近翻了1倍啊。这个增幅的速度
是远远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实际上这些年人口也不怎么增长了，但是共产党员的数字还在一直不停的在往上增长。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共产党也意识到这个党员的数量不宜太多，所以当时专门出台过一个文件，提出来要控制总量，提高质量然后优化结构。所以呢，从2012年到2017年这5年呢，中共党员的数量增长的比较缓慢。然后从2017年以后，也就是习近平的第2个任期，这个党员的数字又开始进入到了一个高速发展期从2017年到现在，整个党员的数量大概增长了900万，5年的时间增长了900万，那这个增长的速度还是非常之快的。其中2021年因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嘛，这一年党员的净增长数字达到了300多万。除了这一年以外，其他每一年发展党员的数量都在200多万，净增长的数字都在100多万。你像今年这个整个党员这个发展的数量呢是244万，那么净增长是132万。那么2020年这个发展党员的数字是242万，净增长是187万。2019年发展党员的数量是234万然后这个净增长是158万，这数字都是非常惊人的而且呢，这些年他们主要是在调结构，我看到确实如此这所谓的调结构基本上是在几个方面。第一，尽量在增加妇女性的党员比例，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中间女性党员的比例一直不到30%，但是最近几年女性党员发展的过程中间都大于40%，在40%到50%之间。那你经过若干年的积累这个女性党员的比例就会逐渐提高这是第一个特点。第2个特点就是年轻人的比例，这些年每年在学生中间发展党员的数量都非常之高。你像这个今年是一共学生党员是发展是93.6万，然后那个2021年的学生的时候是发展了176万党员。2020年的时候呢，这个学生党员是发展了84万。整个这个学生党员的数字我统计了一下，在每年新增党员的这个数量中间大概占到1/3到2%。还有就是少数民族的比例，少数民族党员的比例这些年每年在新党员中间也是10%。那么因为它的存量大概只有6%左右，所以也在试图提高党员的比例还有一个就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党员，就是现在新发展的党员基本上受过大学教育的在50%以上。那这就是所谓的中共的调结构忠于祖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人民，恪尽职守，恪尽职守。我等僧人，党旗国旗，领袖向前，庄严宣誓，忠于党，忠于祖国，热爱领袖，捍卫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接下来我来聊一聊我对这事情的看法这个共产党每年都以100-200万的人数在发展这件事情对整个中共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件事情？在我看来这个发展趋势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以利益为纽带组织在一起的政治团体和利益集团，离那个所谓的早期共产党创党时期那个理想主义的气质越来越远了。我们客观来讲共产主义学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刚创立的时候它是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马克思当时为人类社会勾勒出来一个前景，说人类社会现在所面临的苦难都是由于私有制、剥削阶级导致的。所以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要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剥削，消灭了压迫。每个人的劳动都是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那你想想，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当然了马克思的这个想象本身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不妨碍当时他们创立这个学说的时候，这批人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后来包括苏共的建立，也包括中共建立，最早期的时候的确都是一批理想主义的追随者创立起来的。
这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啊。但是后来啊，中共在发展的过程中间，很快的就由一批理想主义者蜕变为一批现实主义者了。最明显的就是当时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那些28个部委实维克，在权力斗争过程中间败给了老毛这一派土包子。老毛这批人呢，当时是被共产国际不太认可的，为什么呢？就认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造诣比较低嘛，不太懂马克思主义。我觉得这个话呢，确实也是个事实，因为老毛一辈子又没留学过苏联，对马恩列斯的著作理解有限，他天天读的都是《资治通鉴》，读那《三国演义》，他其实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极其肤浅，但是他的确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大家注意到了，1946年搞土改也就是国共要打内战的前夕，这土改是干什么？就是把这个地主手中的土地拿过来，分给了农民，叫耕者有其田，人人均分土地。这个政策对当时共产党打败国民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赢得了农民的支持。而农民为什么支持共产党呢？是因为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嘛。但是如果你要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去衡量打土豪分田地这样一个政策，你就会发现它其实跟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学说之间是有区别的，是有差距的。因为当你把土地从地主手中拿过来之后，按道理的来讲，你应该组织一个公有制的这么一个制度嘛。但是他没有吗？他直接分给农民了吗？分给农民意味着什么？这是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嘛。按照马克思的学说，这是一种更落后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所有制形态。但是有效农民支持共产党农民听不懂共产主义农民能听懂的就是我有地了，我可以自己种地了，不需要交租子了嘛。那你想想，这样的学说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少见吗？不少见这个迎闯王来了不纳粮，历届农民起义，其实喊的不都是这种口号吗？所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成功实际上就是因为他跟那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有距离才成功的。所以当时中共成功之后，老毛刚建国的时候去见斯大林，斯大林当时还跟他道歉，他说胜利者不言错，因为你们这一派成功了成功了咱就不说别的了。但老毛建国以后又重新开始把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社，最后在1958年又搞了人民公社。这说明什么？就老毛建国以后开始重新理解共产主义的时候开始具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的时候基本上就开始制造灾难了。因为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实在是太肤浅了，所以最终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大灾难，包括文革时期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其实也有老毛在党内搞政治斗争的这个需要，但其实也有他那个所谓的这个诗人一般的那种理想主义气质在作祟他认为这个党内的官僚结构已经都固化了，必须要通过年轻人起来砸烂这个所谓的共产党自己建立起来的组织结构，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中共历史上这共产党只要有理想主义色彩，基本就是祸害。所以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把共产党由过去老毛那个时代的又回归到了一个以实用主义目标为这个建党基础的这么一个政党。所以整个改革开放这40年，共产党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个以实用主义方向的政党。但最终由于改革开放使得共产党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一个以利益和权力为导向为组织的这么政党。他离他早期的那个穷人政党已经10万8千里了，离共产党的那个所谓理想主义气质也10万8千里了。所以你看共产党现在调结构在要增加女性的数量、少数民族的数量，它都是在一个具体层面上在搞这个党员的发展，但他从来不再提共产党员本身作为你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这个社会中间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了。事实上他也没有。而且现在的党员你发展起来了以后，他也不再进行那种所谓的更艰苦的那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开拓本身人们对共产主义信仰的信念了，没有了。
早期还有一些大学生到村子里当村官，让他们那个大学生去带领农民怎么样？现在通通都没有了。现在的年轻人想加入共产党，说句心里话，没有人认为是因为共产主义理想想要解放全人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可以在自己的就业、工作、升迁过程中间获得更多的好处，就这么简单嘛。不要去跟兄弟院校比什么入党积极分子、入党师、入党的党员有多少，没用。我要比的是我浙大入党的同学当中有多少是真正信仰中国共产党的。我不喜欢那种想当官、想投机，所以我今天教育你们，入党申请书是对你们人品的考核，你要信你就入。所以共产党现在在全社会发展更多的党员，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利益集团。你进入到这个利益集团了，你就进入到一个这个同伙里头了，你将来有可能在利益分配过程中间占有更多的资源了，同时对这个社会有更高度的控制。比如说在民营企业里头发展党支部。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民营企业发展党支部就成为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目标。到2017年的时候，民营企业里的发展的党支部已经有158万个，这个数字相当大。最新的数字我没查到但是现在全国党的基层组织的数量已经有500万了。那么搞这么多基层组织，包括民营企业也都要全部占领、全部覆盖，包括现在阿里巴巴、百度、腾讯，每一个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民营企业里头，通通都有党支部，有的还有党委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党的基层组织要占领这个社会中间的每一个社会结构，不能有空白。你现在这个互联网企业，你不是规模很大吗？一个美团，你在全国有1000万这个美团的骑手，那必须要占领。占领虽然不能像国有企那样，这个党委说了算，但实际上对民营企业家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威慑呀。说句不好听的话，随时可以接管你这个企业的领导权。所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形态，这个布局都是为了统治需要的，而不是为了所谓的意识形态需要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大家注意到前苏联前苏联当时苏共党员在峰值的时候，它有2000万党员，占到整人口比例的10%，那这也是非常庞大的但是在苏联当时解体的时候，实际上这2000万党员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一夜之间这个存在了70年的政党就垮掉了。所以你能说党员数量的增加就能说明共产党的统治的力量在增加吗？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联，真的没有太大的关联。现如今这些共产党员真的要有一天面对共产党要是社会巨变的时候，你觉得他们会挺身而出捍卫党的利益吗？会为了所谓的他们心目中间的理想去这个所谓的战斗吗？我不相信。就像张威这样的党员，他们个个基本都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要想靠这样的党员来维护他们党在关键时期的那样的利益我觉得那是天方夜谭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个集体它的数量越大，它的力量实际反而越虚弱。真的不是说你的数量越多，你的组织力量、你的整个这个团队的战斗力量就越强大，真的没有必然关系这是我想讲的共产党员数量这个话题最后我还想讲一点因为这个推特上老有人说我是中共党员这个因为说我是大外宣嘛，事实上我本人不是中共党员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想清楚了，我这辈子不会加入任何政党，不管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其他政党。但是我今天我可以给大家讲一段我跟中国共产党的渊源我曾经写过一次入党申请书，为什么呢？就是我当年在上大学的时候，不是参加过8964吗？而我所在的那个学院呢是政治学院，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在大4的时候我们那个系的党总支书就是找到我，他说现在全年级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了，你想一想你该怎么做？我当时一听就心里有点发毛因为我就属于领导天天重点关注的对象我们那个时代
大学毕业之后还要由组织给你分配。如果要是组织看你不顺眼呢，你大学毕业之后你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工作啊。我当时就跟我们的领导说，我说你看我啊，平时这个思想啊，虽然我努力的上进，但是毕竟离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有点远呐。我现在写呀，实际上我也加入不了，因为我距离那个党员的标准不够。那我加入的话，那不是给党抹黑吗？是吧？我以为我可以这样混过去啊。人家党总支书就跟我讲，他说啊，你写不写入党申请书啊，是你自己的态度，党让不让你入党啊，那是党的这个标准，你好好想一想啊。这党总支书就走了，走了之后，我那好几天我就辗转反侧，我心里打鼓啊，害怕呀。我跟你讲啊，我曾经看过这些我们班上那些人写过的入党申请书，包括思想汇报。因为假如说你要是写入党申请书的话啊，写完之后呢，你要想入党，你得给这个党总支书没事写思想汇报啊。有一次，我们那个辅导员在我们的学生宿舍里，他有个空房间啊，那个空房间呢，我的那个当时的女朋友啊，她比我早毕业1年，她到我们的学校来看我的时候，我借过她那个房间住。借那个房间的时候，我当时就看她的桌子底下有一沓我们班上的同学写的给那个党支部书记写的那个思想汇报，我当时看完之后极其肉麻呀。所以我当时就跟我的女朋友说，我说你看到没，这人想入党，这写的这些东西啊，我们可不能入啊。但没想到话音未落，这总支书就找我来了。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想让我自己写入党申请书，因为他们想完成一个指标，就是所有学生都写了入党申请书。我想了好几天，最后还是没挺得过去，最后就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了我们那个党总支书啊。交完之后，他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他终于完成了他的工作指标嘛。在我们那个本科毕业之前，所有的学生都写了入党申请书。当然了，我写完这个入党申请书，也不可能发展我为党员嘛，因为我当时一看就是属于那种捣乱分子，是吧？大学毕业之后，也再也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也再也没有跟共产党发生过什么实质的联系啊。这就是我自己啊跟中共之间的一段渊源啊。说句心里话，其实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度啊，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组织，我特别理解啊，就是我当时面对这个党总支书跟我谈话的时候那种态度。你说我能反抗吗？我有什么能量去反抗那样的一个跟我之间谈话呢？我没有力量，所以我只能写，就是如此。所以我也希望啊，我们现在这个平台上，对国内的人呢，面对这样的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妥协呀，实际上多一份理解呀，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诠释了。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执行党的决定，执行党的决定，保守党的秘密，保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永不叛党。